想到古神一族竟是天道的打工仔，而那个发号施令的至高天道本体却怂得像个老六，最强的神沦为最卑微的奴仆，至高的天却是个胆小的冒牌货。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足以颠覆世界观的惊天阴谋？你们还记得王林第一次窥见天道使者真面目时的冲击吗？古神一族，堂堂古神怎么会干这种脏活？直到后来洞府界这个概念被抛出来，我才意识到我们跟着亡灵厮杀了几百万字的热血修真界，其实从一开始就被放在了一个极其残忍的位置上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看到洞府界这3个字时，我是真的愣住了。我们陪着亡灵从一个资质平庸的山村少年，在朱雀星挣扎求生，再到联盟星域厮杀，闯太古星辰。我们看着地图一张比一张大，世界观一层比一层宏伟，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修真宇宙。结果耳根反手告诉你，不好意思，这只是一个人为创造出来的养猪场，主人叫七彩仙尊。七彩仙尊这个角色是一个极度自私却又异常可悲的枭雄，他因逆天机缘得到了一半天道之力，这本是无上造化，但他想的不是正道巅峰，而是如何利用这份力量为自己疗伤续命。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，创造一个世界，圈养亿万生灵，收割他们的香火之力为自己所用。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骗杀道骨一脉夜墨，这里的算计真的非常狠，他用重宝引诱，利用了夜墨的贪念将其骗入洞府，然后联合众多高手用李广公一击必杀。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，冷酷且高效，但命运真正讽刺的地方在于夜墨死前的反击。这位不甘心就此憋屈死去的强者，在临死前分化3000血液，化作了古神、古魔、古妖3族，其中最强的9滴心头血更是化作了屠司在内的王族古神。这份本该是复仇火种的挣扎，却阴差阳错的成了七彩仙尊计划中最完美的一块拼图。为什么？因为七彩仙尊很快发现，他设定的天道规则，普通修士的肉身根本承载不了，而古神一族那强悍到变态的肉体，简直就是为规则而生的天然容器。于是，一群本该笑傲星空的王族，被抹去神识，变成了没有思想的傀儡。他们成了维护养猪场秩序的工具，成了悬在众生头顶的天。这份悲剧源于夜幕的不甘，也成了七彩仙尊阴谋下对神的烙印。亡灵对这一切的反应极其复杂，他曾追着古神暴揍了200年，只因误以为对方抓了李木婉。他的道是顺为凡，逆为仙，为了执念可以与世界为敌。但当他意识到古神也是受害者时，暴揍变了味儿，从泄愤变成了一种说不出口的悲哀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和这些古神真的有本质区别吗？他们是被抹去神识的傀儡，而他也曾被命运一次次推着向前，区别只在于他还保留了反抗的资格。真正的荒诞在天道本体揭晓的那一刻彻底拉满，你敢信吗？那个至高无上的天道居然是一只胆小如鼠的幽冥兽，体型巨大却只会隐身逃跑，用最宏大的概念包装最怂的核心，这种反差感实在是绝了。而当亡灵真正站在这只幽冥兽面前时，他心里翻涌的已经不是胜利的喜悦，而是一种复杂到难以言说的讽刺。最强的肉体沦为最卑微的奴仆，而至高的权威内核却是个可怜虫。他突然看清了一件事，力量和秩序本身并不等价。最终七彩仙尊的结局也充满了讽刺，他算计了一切，却没算到自己会被仇家追杀致死，三魂七魄散落各地，还没来得及收割养猪场的果实就一命呜呼。更荒诞的是，他的精魄司徒男成了亡灵的恩师，这3式杀招神通，老子一生就传你一人。黄魄贪狼成了亡灵的寻宝鼠，贪狼召集众人，究竟是发现了什么？他的一切谋划都成了亡灵逆天之路的嫁衣。洞府街的故事看似落幕了，亡灵也成了这个世界新的主宰。但当我们跳出来看，这真的就是结局吗？亡灵打破了一个鱼缸，但鱼缸之外是更危险的仙缸大陆，这不禁让我有一种既视感。亡灵的故事看似是一个人的逆天之旅，但他真正映射的或许是我们每一个不甘平凡的灵魂。我们努力打破一层又一层的壁垒，可每一次突破也许只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牢笼。亡灵的逆是反抗命运的安排，是挣脱世界的束缚，但这种反抗本身会不会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命运呢？这或许就是《仙逆》这部作品留给我们最大的思考题，也是它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吧。